兜兜转转十几年，美国海军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将阿利伯克三型盼出来了。英格尔斯造船厂于6月27日宣布，阿利伯克三型驱逐舰首舰在完成4次海试后，开始交付美国海军。此次交付的伯克三型驱逐舰换装了最先进的 AN/SPY-61有源相控阵雷达，同时宙斯盾舰载作战系统也升级到了基线10的版本。除此之外，英格尔斯造船厂还有4艘处于不同建造进度的伯克三型驱逐舰，包括 DDG-128 泰德史蒂文斯、DDG-129 耶利米丹顿、DDG-131 乔治 M 尼尔以及 DDG-13山姆纳恩。伯克三型首舰卢卡斯号于2019年11月铺设龙骨，2021年6月下水，在去年12月首次出港进行海上试验，前后共进行了4次海试。在5月份，卢卡斯号终于完成了最后的验收试验。军舰在交付海军后，将在船厂继续停留120天左右。在完成海军试验卡后的几周内，海军舰员开始进驻军舰。作为一个军事爱好者，火力军对于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一直都有很高的评价，甚至觉得这是2战以后最成功的驱逐舰项目，同时也为其他国家的海军指明了水面舰艇的发展之路。在军事装备领域，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完全比得上 F-16战斗机。美国海军就是凭借阿利伯克级与提康德罗加级构筑了宙斯盾大网，让苏联的饱和攻击论变成泡影。不同于其他国家海军将神盾舰作为舰队的防空主力，美国海军装备的阿利伯克级扮演的则是任重道远的军马角色。海军服役的几十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不是部署亚太地区，就是前往地中海，几乎是美军最忙碌的军舰了。也正因此，阿利伯克级与其他神盾舰有着截然不同的设计理念。今天火力军就来聊聊此次交付的阿利伯克 Flight 3型驱逐舰究竟有怎样的实力，能让预算紧张的海军选择继续建造。相较于2型，阿利伯克3型最大升级，换装最先进的 AN/SPY-6V1有源相控阵雷达，这是由雷神公司研发，具备多任务能力，可以同时防御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飞机以及水面舰艇。相较于传统雷达， SPY-6 具备更大的扫描范围、更高的灵敏度以及更强的识别能力，探测距离超过500公里。其灵敏度比现役阿利伯克级装备的雷达提高了30倍，能够同时处理1000个空中目标。随着雷达进入实地测试，灵敏度的提升水平不断刷新，先是进一步提升至50倍，然后是70倍，最后进步到100倍。另外 SPY-6 在研发 ADR 模式，使其可以和其余 SPY-6 组成多基地雷达使用，预计这一功能在2024年左右开始应用。SPY-6 雷达最大特点就是可以按需定制，具备很强的可拓展性。SPY-6 雷达的每个阵列面都由多个雷达模块化组件构成，通过增减模块化组件，就能根据任务需求或舰艇雷达大小来组合成不同的雷达阵列面，能够安装在航母、两栖攻击舰、驱逐舰、护卫舰以及滨海战斗舰等7种作战舰艇上。这套雷达的开放式软硬件架构与早期采用的 SPY-1 完全不同，模块化的设计有利于部署在不同舰艇平台，同时还能在雷达系统全寿命周期进行技术与性能升级。毫不夸张地说， SPY-6 的出现让美国海军舰载雷达的发展直接跨过了模拟 AESA 雷达的 DBF， 发展到了 DREX 加 DBF。这一进步就是3代，能让美国海军作战能力上升好几个台阶。SPY-6 雷达 95% 的阵列模块都是由几种特定结构组成，维护人员仅需2种工具就可以在6分钟内完成故障模块更换。与现役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上的雷达相比，特殊零部件的数量减少了 70%。 SPY-6 雷达系统的许多技术逻辑和软件都可重新编程，这意味着 SPY-6 雷达能够通过软件升级的方式应对新任务和新威胁。这一功能也使得 SPY-6 系列成为美军首批真正意义上的可扩展雷达。目前共有 SPY-6V1、V2、V3、V4 等4种型号，这里面个头最大的 V1 会用在 Flight 3驱逐舰上， V2 会用在美国级两栖攻击舰、圣安东尼奥级两栖运输船坞以及尼米兹级航母， V3 则会用在福特级航母与星座级护卫舰上， V4 被改装的 Flight 2A 驱逐舰上。
雷神公司这次开发的 SPY-6不仅要取代一开始计划的 SPY-1，同时还要取代 SPS-48、SPS-49和 SPY-4，基本一统美国海军水面舰队未来的远程多功能雷达。和 SPY-6同时配套开发的还有 RSC。RSC 可以让 SPY-6和其余雷达共享后台，组成双波段雷达。例如，在阿利伯克3型上，就是 SPY-6V1 加 SPQ-9B 共同组成的双波段雷达。阿利伯克3型驱逐舰所装备的宙斯盾系统已经从2型的基线9升级到了基线10，该系统的数据处理能力、导弹追踪能力以及情报搜索能力都较以往有了重大提升。宙斯盾系统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在舰桥上装备的4个有源相控阵列雷达，另外还有与之配套的 Mk41 垂直发射系统，这是一套完整的作战系统。而阿利伯克3型上装备的 Mk41 垂发系统，在配套弹种上是目前美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里面最全面的，装备了美国海军最先进的标准3 Block 2A 反导拦截弹以及标准6型防空导弹。前者射程达到1200公里，拦截高度达到500公里。自服役以来，标准3 Block 2A 前后共进行过6次实弹拦截试验，成功率达到70%。要知道，标准3系列防空导弹本来就是美国海军战区弹道导弹拦截系统的一个关键阶段，主要负责在弹道导弹初始段与中段对其进行有效拦截。部分处于上升阶段的高超音速武器同样是标准3系列的拦截目标。除此之外，标准3系列还具备一定的反卫星能力，可以对太空目标进行攻击。另外，标准3具有很强的通用性，可以随时根据任务更换不同战斗部。标准3都是通过宙斯盾作战系统进行目标引导和指示，这就意味着主要搭载了宙斯盾系统的水面舰艇基本上都可以装备标准3系列防空导弹。日本就曾在2007年利用金刚级驱逐舰发射标准3，并获得成功。而波兰、罗马尼亚这类国家虽然没有装备宙斯盾军舰，但依旧可以将舰用装备搬上陆地，组成并部署陆基宙斯盾标准3防空系统。而在远程防空作战，可以选择标准6 Block 1A 型远程防空导弹，后续将优先配备标准6 Block 1B 型防空反导拦截弹。此外，标准2 MR Block 3等次一级的远程防空导弹也在配备之列。同时，阿利伯克3型驱逐舰可能会成为美国海军首款配备改进型海麻雀的防空舰。相较于早期的海麻雀 ，ESSM 拦截范围得到了巨大提升。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不同作战系统与发射平台，可以适配 Mk41、Mk48、Mk56等垂直发射系统，用于 ABCD4 部种型号。可由宙斯盾系统配备的相控阵雷达进行中距指令控制，自动接战多个目标。根据雷神公司的说法 ，ESSM 还可以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末段拦截。最后，在近程防空任务上，虽说阿利伯克3型并未装备激光武器或定向能武器，但不排除后续会不会加装这类新概念武器的可能性。其实，伯克3型的计划从2010年就已经被提出来了，在2型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当多的升级改造，比如换装最先进的 AN/SPY-6V1 有源相控阵雷达，全电力推进、CSA 布局以及载台等方面都进行了重新设计，也使得伯克3型的满载排水量达到9709吨，极限排水量达到10700吨，几乎将阿利伯克级的冗余设计全部耗尽了。所以外界也认为这将是阿利伯克级的最终改进型。作为美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制的大型驱逐舰，阿利伯克级最大的技术亮点就是配备了垂发系统与宙斯盾系统，具备非常强大的防空反导能力。为了能不断保持阿利伯克级的先进性，美国采用了批次建造策略，有助于以批次为单位，逐步为其加入改进措施。不仅是水面舰艇、美军战斗机、轰炸机以及主战坦克等，都采用了相同的建造方式。并且在不同批次之间还存在许多共同之处。采用这种建造策略的阿利伯克级可以保证每批均有数艘或10数艘同时接收升级，既能保证比较好的经济性，又能通过这种方式削减设计成本与学习成本。
但在伯克3型的计划提出后，美国海军就一直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相较于早期设计方案，实际开工建造的伯克3型经历了不断妥协与降级。不过，仍旧是美国海军配备最先进防空反导雷达与最新宙斯盾作战系统的水面舰艇。在阿利伯克3型驱逐舰列装美国海军后，将担负起航母打击群的主要防空任务。老旧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也将逐步淘汰。事实上，火力军觉得阿利伯克3型驱逐舰称得上美国海军水面舰艇旧时代的收官之作，而所谓科技树点错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更像是新时代的开篇之作。原本的阿利伯克级只是美军用来补充舰艇数量的低配舰，但在经过多次升级，再加上老旧舰艇纷纷退役，才使得阿利伯克级的地位直线上升。美军之所以选择建造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是因为当时美国指导战略转变为由海到陆，所以便启动了 DDR-1 项目，专门研发的对地攻击驱逐舰，而朱姆沃尔特级就是其中产物。核心装备就是先进舰炮系统，这是美军的一次大胆尝试，但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否定了这种冷战思维装备，同时否定的还有科曼奇直升机、十字军战士支援火炮系统。但美国海军并没有放弃 DDR-1 项目，反而将其包装成 DDX， 继续推进这种对地攻击巡洋舰，就连首舰名都未修改。然而到了2003年，整个项目还是遭到美国国防部长否定，32艘的造舰计划被迫终止，最终只建造了3艘朱姆沃尔特级。当特种舰都觉得少，由于建造数量的削减，这也导致朱姆沃尔特级单价直线上涨。但是朱姆沃尔特级与美国下一代巡洋舰 CGX 在技术上高级通用，这就意味着两个军舰项目会相互影响。只要朱姆沃尔特级这边有任何风吹草动， CGX 那边同样不好过。在奥巴马上台后，开始控制美军军费，昂贵的 CGX 自然成为最好的开刀对象。于是，在2010年，美国下一代巡洋舰 CGX 被直接砍了。但 CGX 项目的结束也导致提康德罗加级后继无人，美军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口，只能从阿利伯克级与朱姆沃尔特级里面挑选一个继任者，于是发展出了阿利伯克3型驱逐舰。原因无他，是因为这种做法最省钱。为了节省成本，伯克3型还大幅削减了性能，除了雷达是全新的以外，剩余设备都是从原本阿利伯克级或其他水面舰艇上挪过来的，这样可以大大保证技术成熟时间。所以在火力军看来，阿利伯克3型驱逐舰是美国继朱姆沃尔特级 CGX 项目下马后，为弥补提康德罗加级批量退役后产生的空缺，从而建造出来的一艘半新半旧的驱逐舰。就是说，伯克3型舰体结构与现役阿利伯克级基本一致，仍然继承了后倾式多面体轻型桅杆设计，而新则是指换装了新一代有源相控阵列雷达，大幅提升防空反导能力。相对来说，美国海军拥有世界上最强的舰载机群，所以巡洋舰与驱逐舰的首要任务都是防空与反导，次要任务则是对地打击。至于反舰作战，被排在了最后。阿利伯克3型驱逐舰也继承了这种任务模式 ，AN/SPY-61 有源相控阵雷达配合基线时宙斯盾作战系统，并搭载射程2500公里的标准3 Block 2A 反导拦截弹，射程400公里的标准6防空导弹，以及改良型海麻雀防空导弹，使得伯克3型的防空反导能力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伯克3型的海基防空反导性能、协同交战性能远超美国海军提康德罗加级宙斯盾巡洋舰。你们觉得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怎么样？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